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特别好吃的小蛋糕，半熟芝士。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蛋糕底，这里我做的是戚风蛋糕，就简单的说一下，更多的细节以前有发过教程。把玉米油用最小的火加热20秒左右，再把面粉塞进去，搅拌均匀，这样可以让戚风的口感更柔软。如果你家里有现成的蛋糕，就可以不用做这个蛋糕底了。把蛋黄和牛奶倒进去，搅拌到细腻顺滑的状态。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，可以把它们再过筛一遍。挤一点柠檬汁到蛋清里，把它们打发到湿性偏干的状态，就是打发完了之后，慢慢的提起捣蛋头，有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弯钩。取1/3打好的蛋白放到蛋黄糊里面，上下滑3下，左右滑3下，把它们稍微拌匀，然后再倒回蛋白盆里面翻拌均匀。烤盘垫上油纸，把蛋糕糊倒进去铺平。这个烤盘是28厘米正方形的，放进预热好的烤箱，上下管145度左右，烘烤20到25分钟。冷却了之后，就可以用模具把蛋糕底压出来了。烤盘垫上油纸，在模具的里面垫上围边，这样方便烤熟了之后脱模。然后把蛋糕底垫进去，有皮的那一面朝下。接下来我们就做芝士蛋糕的部分。把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这里的蛋黄我们要用2个，但是蛋清只用1个，千万记住了，蛋清只用1个。把15克的白糖跟蛋黄放在一起，搅拌均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然后再把淀粉倒进去，搅拌均匀。牛奶加热到微微沸腾，缓慢的倒入蛋黄里面，一边倒一边搅拌。拌匀了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倒回锅里。后面有一个熬卡士达酱的过程。那么在熬酱之前，我们先把黄油和奶酪放在一起，在微波炉里面转2到3分钟左右，软化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熬卡士达酱了，这一步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我会着重的去展示一下它的状态。煤气开最小火，一边加热一边快速的搅拌，在升温的过程中，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，整个加热的过程大概就持续了1分15秒左右。关火之后还要快速的搅拌，刚开始是感觉中间有点阻力，其他的是液体，慢慢的就会变成可流动的粘稠状，这种状态的才行。如果你不小心熬成下面这种状态的话，千万不要用了，免得浪费奶酪，毕竟挺贵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可以继续往下加热一会儿，它又可以变成具有流动性的粘稠状，这个就直接放冰箱冷藏，用来抹面包、蛋糕或者是挤到泡芙里边吧。我们再把微波炉里面软化好的奶酪拿出来，搅拌均匀。趁卡士达酱还是热的时候，赶紧放进去，再次搅拌至细腻顺滑、不颗粒的状态。如果不怕麻烦的话，建议你们再过筛一遍，这样成品的口感会特别的细腻，还可以让它降降温，太热的话容易让蛋白消泡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芝士糊就做好了，只要你把这一步做好了，基本上就可以成功了。接着我们就是把蛋清打发到湿性偏干的状态，跟前面做蛋糕底的状态差不多。糖是分2次加进去，第一次是打到大泡泡的时候，第二次是大泡泡消失，蛋白变细腻的时候。取1/3打好的蛋白放到芝士糊里面，上下滑3下，左右滑3下，把它们稍微拌匀。再把芝士糊倒回蛋白盆里，翻拌均匀。翻拌的时候动作尽量轻柔一些，防止蛋白消泡了。拌匀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先去把烤箱打开预热，上管200度，下管100度。用裱花袋挤到之前准备好的模具里，大概9分满，10分满也可以，因为这里的蛋清用的少，它不会膨胀的特别高。稍微震2下，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烤盘里，注入适量的温水。放到预热好了烤箱，上管200度，下管100度，烘烤15到20分钟左右。
像这种上管高温烘烤的，脑壳一般会被顶起来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要的就是高温快烤，让表面迅速结皮，但里面还是很湿润的，这就达到了一种半熟的状态。出炉冷却后，它的高度还会回落的，脑壳又会掉下来。如果你烤得特别嫩的时候，可以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定型了之后再脱模，要不然里面会特别的湿。冷藏后的口感是冰凉丝滑，入口即化的，特别好吃。表面还可以刷一点蜂蜜，增加光泽和食欲。冷藏4到5个小时再吃，口感会更好。我特意去买了2盒某知名品牌的半熟芝士，拿回来对比了一下味道和外观。我们先看一下外观吧。它们的看起来上色更浅一些，这个好像是我上色15分钟左右的样子。在掰开里面都有一种沙沙的声音，然后它们的蛋糕底看起来更厚更松软一些，而且是看不到蛋糕皮的，我这个自己烤的会有蛋糕皮。至于口感，我觉得已经很神似了，但是感觉自己烤的好像芝士的味儿更浓郁一些。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还原度，所以我把家里面现成的古早蛋糕的皮削掉了，然后又做了一盘。这一次我把围边也加高了，但是烤完了之后发现完全没这个必要，因为太厚了。就是表面我还是比较喜欢把颜色烤深一些，如果你们喜欢吃嫩的，我觉得可以就烤16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一次的还原度我觉得可以达到90%以上了吧。